让新郎进对残夜，往事难以重演，前路阴沉断绝。无有年光总要告别，心要告别，将尘雾撕裂。 热血无法浇灭，一路上踏雪追月不停歇，极限不畏惧踏闯，再闯一关，这份昂然前进不换，敢爱至少心有你作伴，又是一战。 你在等裴坤？他要是能来最好，我正要找他报当年的仇。哼，来吧，看看是你的片羽快，还是我的飞刀快。 见过长春石。师傅，白鹤，你为何没有回春秋宫复命？羽林卫突然闯入彩书轩，弟子没能完成任务。你见到公子楚了？没有，弟子没见到传说中的公子楚，那可能只是个代号，没有其人。 你在说谎！弟子不知师傅是什么意思。弟子真的不知，弟子没有说谎。你这么害怕，还说自己没有说谎？可算摆脱了那只狐狸精。白鹤在这里遇到了奇迹，可恶，都怪那该死的狐狸！新立宅社做主人卷记已出，火必宅。如启功急就坐上驾马至，如监造吉日亦可通用。师傅，这书里都写的是什么嘛？完全看不懂。我去找师傅去。哎，二娘等等！怎么了？裴先生这几日总是半夜出城，清晨才回府，而且一回来就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，倒头就睡，可疑，十分可疑。你别胡说八道！小鱼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遇到了不测？小鱼，师傅，莹儿，
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一个人？这荒山野岭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？多危险呢！这几日师傅每天深夜出城，天亮才恢复。你是在等白鹤君？抱歉，莹儿，让你担心了。那我陪你一起等吧。白鹤是春秋道的刺客，放弃任务就意味着背叛。他迟迟没来赴约，一定是出事了。师傅，白鹤君是你的朋友吧？白鹤曾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但现在不是了，师傅还有莹儿呢。对。那如果有一天莹儿不见了，师傅也会等我吗？莹儿是想逃学吗？才不是呢，我不会等你的，我会去找你。天亮了。裴先生，这是您要的所有橘子失踪的时间和地点，一共35人。现在，蔡淑轩欠你的人情，算是还清了吧？清了，清了。白鹤消失，我们也失去了春秋道的所有线索。你为何不去找白鹤，反而又开始查狐妖案？形不得神，不能自生；神不得形，不能自成。啊？妖女，等了这些日子，你可算出现了。裴郎，你弄疼奴家了。哼，老实点。裴郎果然还念着奴家，只不过这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选的寒酸了些。那日在荒岗上，你为何要用幻术困住我？你怎知我要去见白鹤？我只知道，你若去见了那个人，就会死。白鹤怎么可能害我？等等，难道是傅晨子来了？是他抓走了白鹤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裴郎呀，裴郎，你可真傻。你在春秋道这件事上已经陷得太深了，我这是在救你。唉，好不容易遇到了心仪的郎君，以后却不能再见面了。师傅，不必这么丧气，你人又没被狐妖抓去，我们呢还有机会报这一睡之仇的。我失掉了白鹤的消息，还被一个小小的妖女戏耍，而且还是2次。师傅，我们去望归楼吧。望归楼？这世上没有什么烦恼是吃一回望归楼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回。莹儿，我们别在这儿吃了，这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银子啊？掌柜，今天是我请我师傅吃饭，把你们这儿评分最高、口碑最炸的菜全都上来。哎呀，原来公子是银娘子的师傅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咱可不能怠慢喽。尝这个，好吃好吃，那2个孩子是谁家的？啊，那2个呀，那是百里家的小郎君和柳家的小娘子，他们是这儿的常客。你看，生烹的光明虾，活制的柱头春，笼蒸的葱醋鸡，味道尚可，但都不
不及这野生鲫鱼炖成的白龙货味道鲜甜。好吃。银娘子就照着她点的菜点，保准没错。好，那就照着他们的，给我来一桌。不让开！哎，几位有所不知，我们望归楼是会员制，吃饭需要提前预约。几位既不是会员，又没有预约，不能就这么过去啊！不行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敢瞧不起我们铁铲帮，我今天就要在雅座吃饭。我有钱。奇怪，你们怎么能随便欺负人？嘿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挺嚣张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老大，银娘子出现了！献丑了，献丑！哟，给我上！好！各位大哥，误会！各位大哥，我的小徒不懂事，我替他赔个不是。师傅，你道什么歉啊？是他们先动手打人。收拾他们！听到了没？怎么着？你们还敢当众行凶不成？知道本姑娘是谁吗？就你这点微末的道行，还不够给本姑娘提鞋的呢。给你提鞋？你这个小丫头！我们兄弟就想在这吃饭，我看你是想作死！住手！啊！五湖四海皆宾客，天南地北便兄弟。承蒙各位光临望归楼，不如卖我慕容记个面子。掌柜，请众位好汉们上座。哎，对，慕容老板说的没错，众位好汉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众位请上座。哎，这穿的花里胡哨的胡人是什么来头？他呀，望归楼和温柔坊大股东啊，也是洛阳城最大的商行青海会的行头，在洛阳城一大半的产业都有他的股份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银娘子，我要去招呼客人了。有这群人在，我都没有胃口了。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吧，惹不起啊，躲得起。师傅，这群庄稼汉怎么看都不像是武林高手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莹儿，你可别小看铁铲帮这些人，若是论起来，他们可都是你的师兄。师兄？这个呀，说来话长了。师傅，咱们换个地方说，走。若我没猜错，这铁铲帮来自我们连山堂地厅一脉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盗墓贼。盗墓贼？放心吧，我师傅啊，早就不许本派弟子再做那些盗墓的勾当了。他们没有正宗连山堂的传承，只会些皮毛。师傅的师傅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师傅是连山堂的掌门霍廷。连山堂，霍廷。连山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工匠组织，我们的祖师爷为帝王修筑城池和陵墓，因为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，所以行事低调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哦，我懂了，越是厉害的门派和大宗师，行事越是低调。话是这么说，我师傅也曾率领门下一众弟子应召入宫，见到了当今太后。那后来呢？师傅凭借才学得到太后赏识，他的仕途也飞黄腾达。只不过，
事与愿违。师傅负责修筑的地宫发生了不明原因的事故，门下弟子死伤100余人，而师傅被朝廷通缉，又遭到了春秋道的追杀，迫不得已逃出洛阳。执子之手，落水河畔，轻轻摇曳，愿春色不还。清晨放上望碧空扬帆，垂眉深中带牡丹深展。前尘往事如梦似幻，漫漫前路我已难相伴。独送归后，我用一栏杆，怕人询问，为眼泪装欢。像化作流云般你身边，排遣寂寞，无奈只拥有渺小的光和人。待到佳节生日，那花灯闪烁，你就不必再看见我。那有些年光，那一说，我都珍惜过。再自怨自艾，岁月已成蹉跎。哪怕有日我若荧光都浑浊，至少懂